丞相，请使姚贾求见。不见。他带了厚礼。厚礼？厚礼？什么厚礼啊？食车上等奇玩。上等奇玩？食车上等奇玩也是厚礼啊！他把本相当做要饭的了吧？去，告诉秦使，把这食车奇丸换成食车金饼。本相一定完成他所托之事。诺。丞相让大人准备食车金饼，丞相是这么交代的。好，老夫这就去办，定会令丞相称心。大人尽管吩咐。就是，大人说怎么做，我等照办。你等手中购买奇丸之金，还有多少没有付给齐人？我5万金，我3万金，我还有6万金，我有4万金，我8万金。好，这些货款就都不要给了，齐丸也都暂停进购，并与齐商说明，齐王欲和赵魏与拒秦，秦不得已只能断绝与齐的往来，必要逼得齐王逐出魏赵之使，维系与秦的盟约。待老夫返回咸阳之后，向大王给诸位请功，啊！来，大秦万年！大秦万年！丞相，不好了，我们齐国商人全都聚在王宫门外，请求大王驱逐赵魏使臣。为何？秦商突然毁弃北约，我齐国商国损失惨重啊！一定是那秦国的使者在捣鬼。丞相，大事不好！我们布庄的掌柜来禀，年前与秦人谈好的那笔10万金的买卖，秦人突然不做了。啊！这，赶快去请秦使。诺。备车，速速备车！诺，我要进宫面见大王。兄弟，伤势如何？已无大碍。想不到这偃氏魏军竟有如此战力啊！将军，我想到一个破城之计。哦，快讲。魏军粮草充足，士气旺盛，方才令我军久攻不下。上次攻上城头，我发现偃氏城内魏军的弱点恰恰就在于粮草，他们不敢与我军野战，打算坚守城池，令我军知难而退。因此，在城内囤积大量粮草。然，偃氏城池狭窄，可供腾挪之地有限。你看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均为魏军屯粮之地。他们只顾屯粮，却忽视了一个问题：只要我军抵达城垣之下，魏军所有的屯粮之所，均在我弓弩手射程范围之内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火攻，今晚就干。滇蒲偃3地已经尽在我手，如今东出的通道已然大开。今日所议，乃是我大秦今后数年东出之格局，乃牵涉到寡人是否能与在座诸位一起完成先王一统天下之宏愿，乃牵扯到天下万民万士之福祉，故知无不言，寡人要听的是实情实论，要的是平天下的良策。我大秦东出，
首当其冲乃是三晋之地。赵国与秦同祖，赵国之兵力也不弱于秦国，然秦赵世仇，几经鏖战，积成水火不容之势。关东列国也以赵国为首，与秦相抗啊。赵国乃是我东出道路上最强劲之敌手。魏国毕公高之后，李悝筑法金革魏政，魏国史强称霸天下，曾经欺我秦国，杀我秦人，掠我秦地。孝公20载变革图强，一战若魏，魏国日薄焉资。寡人也命杨端和还有李信攻占魏地。魏人虽然国弱，然恨秦之心却是昭然若揭呀。韩国国力最为弱，却占据着九州中央之地，屡遭强魏汉楚所欺。秦亦多出兵助之，然五国合纵，韩必从之。寡人欲灭韩赵魏，首当其冲者为何呀？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。我军以攻战掩饰，魏人已成惊弓之鸟，胆战心寒。如果大秦出动倾国之师，陈兵大梁城下，那魏人就只能开城投降。臣亦主张先取魏国。大梁临近大河，我大军军械粮草可从渭水码头俘虏而下。魏人若不屈从，我军可长久围困。若能困大梁以10日，必能一战而灭之。末将以为，灭国之战与破军之战大大不同，应寄望于大张声势，彻底摧毁敌国意志，而诱其投降并不可取。此次我随端河将军攻魏，取小小掩饰，魏人冥顽不屈，矢志抵抗，更何况国都大梁。若发倾国之兵围困大梁，其余5国联合攻秦，则咸阳危矣。大王，臣反对先灭韩魏。大王欲灭6国，应先灭其强赵国。韩魏区区郡县之地，伐之无畏。留着韩魏，可以迷惑关东列国，使其不知我大秦的战略意图。如若我大秦大举进攻韩魏，那赵国必定合纵列国而救之，我大秦的东出之军必将陷入苦战。燕赵是世仇，与燕人谋，灭赵未尝不可。将军所言不无道理，然私认为，人之食牛髀，当先啖其肉，后裂其骨，最后饮其髓。而韩赵魏，正是牛髀之肉骨髓。先取其髓固然好，但倘若不剥其肉，敲其骨，岂能见其髓？